美国带着小弟前面冲，结果后院有起火，不用猜，中国点的是冲动了，但刀必须刺向敌人。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几年前呢，美国曾向荷兰施压过一次要求阿斯麦停止出售这个 EUV 的光刻机给中国。如今美国拉拢荷兰和日本又达成了新的协议，协议的针对对象依然是中国，具体的表现在荷兰、日本等多家半导体企业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出口的管制措施。尽管三国没有公开宣布这个协议细节也没有，但随着外界对此事的热议越来越大，那么开始有声音传出，这次新协议包含的禁售范围很有可能会扩大到 DUV 的光刻机，试图通过半导体材料等关键技术来进一步的达到制裁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早在去年年初的开始呢，美国就不断加大了恶化力度，除了干涉台海问题以外，还在加紧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那么在这之前呢，美国先是拉拢韩国、日本和台湾组建了所谓的这个四方安全同盟，企图全方位的切断中国的芯片代工途径。随后不久，美国又针对中国实施了新一轮的芯片禁令，拉上了荷兰国内的多家半导体企业，要求他们禁止向中国提供半导体的技术。而与此同时，多家的中国企业被美国无端列入黑名单。期间的中方不是没有发出警告，可美国他不听如今更是直接与荷兰、日本达成协议，加大力度打压中国。这就是全球第一大国嘛？为了维持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惜采取如此霸道且无理的行为，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仅凭炒作抹黑、无端的渲染就给中国定罪，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然而，如果能够认为中国好欺负，那就大错特错了。近期中国出手了，商务部会同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呢，针对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的目录进行了修改，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对此，商务部发言人做出了澄清，说这个目录并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行业怎么这么说？据悉，商务部此前将激光雷达、稀土、光伏等技术列入了禁止、限制出口目录。而修改后的目录139项，其中禁止出口技术24项，限制出口技术是115项。不说别的，稀土是不可再生的稀缺战略性资源，小到手机，大到航天，无论是民用工业还是军事工业，都可以说你要用到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需要用这个稀土。而我国又是稀土储量最大的国家，也是最大的出口国。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作为全球最先进的科技大国，中国限制稀土等于是在打美国的痛处。再说光伏发电，其作为当前全球新能源产业最有前景的技术，发电成本已经降低到了比火电要低得多。中国的光伏技术已经能够使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90%以上。那么基于此，对于美欧等非常重视环保的发达国家来说，光伏技术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所非常需要的。因此，怎么不能说这是在无形当中对美国的反击呢？包括限制稀土、光伏在内的139项技术出口，在美和日想尽办法限制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估计拜登政府怎么也没想到带着小弟对中国出手，自己的后院就起火了。那么甚至连谁点的都不用猜，就知道是中国点的火。当然，那么此次中国从后方切入，有点冲动，毕竟这么做或多或少会对中国的芯片发展产生一些影响。但中国没办法继续隐忍，不强硬反制，美国只会变本加厉刀必须刺向敌人，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各国明白中国的尊严不容践踏。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